第一篇免签去新加坡的中产已经破产啦！新加坡是否贵得让人承担不起？新加坡免签啦，来新加坡旅游变成穷光蛋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Liz，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我的朋友圈真的被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刷屏了，我感觉好像除了我一个人在新加坡没有去以外，其他的所有人都去了那个演唱会耶，包括我在长沙的朋友也很多都赶来新加坡去了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真的拉动了新加坡的整体的这种旅游的经济，带来了很正向的发展。而且听说新加坡的政府还跟 Taylor Swift 私下签订了合约，不允许再去其他东南亚国家开一些演唱会啊！我只能说新加坡真的还蛮会赚钱的，蛮有经济头脑的。好，那我们这一期视频来讲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来新加坡旅游的这个话题啊。在过年的时候，新加坡就已经对中国实行免签了，所以那一段时间就有很多的人来新加坡旅游。还有最近的这个 Taylor Swift 的这个演唱会也引来了很多的人流。那么那一段时间就有一篇文章或者说几篇文章，那种公众号特别的火。那讲了什么呢？我给你们来念一下标题啊。第一篇免签去新加坡的中产已经破产啦！新加坡是否贵得让人承担不起？新加坡免签啦，来新加坡旅游变成穷光蛋啦！这种种种关于新加坡价格昂贵的话题就冲上了热搜啊。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个说法是有那么一点夸张了，因为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它里面其实主要就是专门捡新加坡贵的那一部分来跟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就比如说你有7毛钱一瓶的普通矿泉水，你不去买，你一定要买依云牌的那7块钱的矿泉水，然后就说新加坡的矿泉水好贵啊，几十块钱呢，有几块钱的公交车就不坐，你去打几十块钱的出租车，然后就感叹哇，新加坡的出租车太贵了，出门出不起啊，出一次门就要100多块钱啊。然后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特别夸张的，比如说吐口痰多少钱，丢个垃圾多少钱，上完厕所不冲厕所罚多少钱，随地到处吸烟会罚多少钱。不是，我想说同学，你来新加坡就是为了打破规则让政府来罚你的吗？我觉得正常人来新加坡都不会干这种事情吧。 OK， 那个放一边。那么这些文章这些观点呢，也被很多知情人士进行了反驳。我当然是没有在网上反驳了，但是我现在在视频里面反驳啊。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其实说他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存在的，比如说水确实是有7块钱一瓶的水，出租车呢确实也要几十块钱，就是很短的距离也要花几十块钱，也是存在的。那么这期视频呢，我就想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说在新加坡打的到底是怎么样计算价格的，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新加坡打的的这个价格不公开不透明，并且你一定要看到视频的结尾，就是说我会跟大家推荐除了 Grab 还有一个 APP， 反而价格会比 Grab 更便宜有的时候，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视频的结尾哦。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就开始说说新加坡 taxi 怎么样收费的吧。实不相瞒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了这个 taxi 我还做了一些笔记呢。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新加坡啊，我们中国都称的士为的士嘛，但是其实新加坡称的士为德士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其实在新加坡呢，有7家德士公司，在这7家德士公司的网站上面都有他们的电话，订车电话。之前在 Grab 还不盛行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会去打电话预约车。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下为什么新加坡的的士那么的贵。首先第一就是因为新加坡的劳务成本比较高的原因，很多人都愿意来新加坡打工嘛，就是因为新加坡的工资会平均上来比国内会稍微的高一点，所以在出租车这个领域呢也差不多，人工费可能也会比国内要高出许多。其次呢，就是新加坡买车很贵，然后除了买车之后还会需要有用车证，车的管理费也会很贵，固定的支出也会比较高，包括有什么许可证的费用啊，汽车维修费用啊，或者说工会的费用等等等等，这所有的费用当然是全部包含在了乘客的车费里面了喽。第二点车费贵的原因就是新加坡的油费那是相当的高。据新加坡石油公司统计，新加坡的汽油费用是位于全球前列，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这也是为什么出租车的费用会比较高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点就是新加坡的城市很小，然后建筑也比较密集，平时的车流量也很多，人也很多，所以有的时候会拥堵。那么出租车计费的呢，它会包括这个路上的时间，它也会记在费用里面。一旦开始堵车，那个费用也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增加。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啊，那新加坡出租车这个价格也不是很透明，除了它的价格比较高之外，那么我现在就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新加坡出租车行业有哪一些潜规则会导致你的这个乘车费用增加。那么首先哈，每一个出租车公司都有自家各自的计费方法，主要是根据打的的距离和时间来决定。一般的基础的起步价差不多是3块钱左右，3.2块到3.9块左右。之后呢，每400米或者是每45秒的话，会收费0.22到0.28元新元啊。那么除了一些基本费用之外呢，在特定的时间，出租车公司也会收取一些额外的费用，比如就是说上下通勤的那个高峰期，大家需求量大，当然收费也会高一些了。就比如说啊，上午6点钟到9点半和下午6点钟到晚上12点的话，加收25%的高峰段的附加费用。晚上半夜3更的时候，出租车司机也要睡觉，对不对？那所以他们在晚上12点到上午6点钟也会加收50%的夜间服务费。总的来说，就是说只有早上9点半到下午6点钟这一段时间是正常收费的。那么打的呢，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地区也会加一些费用啊，一般是加3到5块钱。比如说要进出樟宜国际机场的话，因为远嘛，然后或者说新加坡展览中心那些地方超级无敌堵，新加坡动物园啊、滨海湾、金沙等等地方一般都会加一点点的费用了，就是3到5块钱啊。特定地区的费用呢也不是固定的，它是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和节假日的安排来收费的。而且大家注意啊，就是在 F1 的那一段时期，在市中心赛车跑道那个地方没有司机会去愿意接单的。同理，就是说在中国，在国庆假期，在步行街那一个区域，我相信没有司机愿意接单，因为一进去就出不出来了，就堵在那里水泄不通。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多多理解啊，因为司机也不容易。此外呢，新加坡订车的话也是有一些固定的费用，就是订的士的话，立即用车的话就打电话，那司机马上过来的话呢，是要额外收个3.3到4块钱的订车费，预约用车的话会收个6到8块钱左右。所以这所有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难怪游客会说新加坡的出租车价格不透明了。哦，对，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说你用信用卡付款也要收额外的费用哦，差不多是10%的手续费。如果你现金付款的话，当然就没有这个费用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游客觉得在新加坡旅游，然后打一个的，发现哇，一开始以为一点点钱，结果发现那个账单这么长，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个原因了。不过这里要跟大家说就是一般在新加坡打车的话，司机不会故意的去漫天要价的，就不会故意的去宰客，乘客只需要按照那个计程表的价格去付款就 OK 了，一般是不会被坑的这一点不用害怕。因为新加坡是个法治国家，所有的规矩都是蛮严格的，司机也不敢就是乱来。那么好了，就是除了的士之外的，那还有什么？比如说类似于像滴滴打车这样的打车 app 可以使用吗？又方便又快捷，然后还可以马上看到价格呢？那当然有啦，众所周知，Grab 在东南亚这个国家是非常的流行，就是大家人手一个 Grab。这个 Grab 这一个软件确实是蛮好的，而且司机也蛮多的，也能打到。如果大家不介意拼车的话呢，现在有一个那个 Grab Share Beta 那个按钮，就是说跟大家拼车，有的时候可以拼到，就算拼不到的话，好像也可以减个1块钱左右。我有的时候会用那一个选项。那除了 Grab 之后，其实还有一个 APP 也是蛮好用的，也是我的朋友推荐给我的，那个 APP 叫做Tada。这个 APP 的话呢，它来的车会比较老旧一点，不过所有我至今为止遇到的司机，大家都还是蛮友好的。Tada的话呢，这个整体的价格会比 Grab 会稍微便宜一点，在某些时段或者某些路段，所以大家可以在打车前比较一下这两个 APP 的具体价格，看哪一个便宜就用哪一个打会比较好。那么到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在新加坡这么多年，其实我大多数会乘坐公共交通啦，因为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也蛮方便的，我会比较偏向于地铁，因为地铁的话完全就不会有延迟的情况，或者说很少了。我觉得新加坡的公共交通也是蛮发达的，想去哪里都可以找到公交，只是需要稍微换乘一下。那么好了，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就记得点赞加订阅支持我的频道吧。
啦。如果你们有任何关于新加坡的问题，或者说有理财、保险、医疗方面的需求的话，也随时欢迎联系我。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